在那一阵子我睡不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除了变得超级容易易怒跟焦虑之外，我还没有办法处理它。大家好，我们是橘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医师，我曹操，你知道猫咪也会有情绪跟压力？这个好像知道这好像你在某一期也有分享到类似的。对，就是那个时候是猫咪有什么讲猫咪睡觉。睡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心情？对，没错。其实让猫咪产生压力的情况非常多，比如说搬家或是家里装修。搬家为什么？没有噪音其实就是生活所处的空间，然后突然有变更。像有一阵子，其实他就表现得蛮焦虑跟紧张的。你说阿姐啊？对，为什么？她也要考大考？不然呢？因为那时候我把房间整个格局都换过，而且我把很多东西都换掉，就变得很不一样。他那一阵子大概持续2-3天吧，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些就是紧张跟焦虑的反应，然后还有很吵这个部分，就比如说是烟火、鞭炮啊、吸尘器跟暴躁的人。对，暴躁的人哦，如果你是一个暴躁的人，不适合养猫。对，因为猫很容易就被你吓到。猫的是不是很胆小啊？我觉得不是胆小，而是太敏感。哦，对，烟火跟鞭炮就不用讲，还有吸尘器，因为这些都是很大声的，人都不见得可以接受，对吧？何况猫。再来就是不干净的猫砂盆，厕所很脏这件事情，连人类都不太受得了了。对，但猫咪为什么会受不了？所以它有洁癖，它没办法忍受这环境。你知道猫咪埋沙是为什么吗？眼不见为净，不是，是要埋气味。所以如果你的猫砂盆很脏，你都没有在清，然后它埋不了自己的气味的时候，我觉得它在这件事情上面就会觉得说它自己受到没有安全感，它自己受到威胁了。猫咪情绪出问题，那它会有一些明显的表现，比如说它会躲藏，避免跟人或其他的动物接触。这个躲藏的部分，蛮常是出现在说有吓到它，可能就会先躲起来。我们蛮常看到网络上有人分享自己的猫咪，就是比如说看到陌生人就躲起来这样子。然后是过度舔毛，基本上猫咪不太会出现像狗有皮肤病会掉毛的状况。所以猫咪是没有皮肤病的。也不能说没有，但我就真的没怎么看过猫咪在得皮肤病的。对，所以如果你家的猫，你突然发现说，它怎么好像秃了一块，那你就要注意，是它是不是有一点心绪问题，或者是它可能，如果只有秃1-2块，那有可能是情绪问题，心绪就是情绪问题。对，它情绪可能出了问题。那如果是秃很多块，那你就要带去给兽医看吼，有可能是皮肤病然后再来就是攻击性增加。其实猫咪已经不太喜欢人类了，但如果是就比如说像阿杰，平常就是跟你好来好去，你可以抱它、揉它啊、乱撸啊怎样的，它都会跟你好好的，或者是可能你摸过头，它会回过头来轻咬你。但如果它有一天，突然对你使出疯狂乱抓，那他就有可能是它学会新技能，学会他进化，对它进化了，等级提升了，学会新技能，他就有可能会是情绪出问题，这个也是对出现攻击性的行为，攻击性的行为，没错。就有这几点是可以去得知说你的猫咪是不是有问题的。这个也是说我为什么会弄很多窝给他，因为可以让它躲起来的地方是。基本上就像他现在这样嘛，躲起来，他躲在我们桌子下面。可以让他躲起来的地方是可以让他比较安心的地方，因为他觉得就是躲在某些遮蔽物的下面是比较安全的，不会有敌人发现他，他就不用一直那么紧张。没错，然后要记得每日陪伴很重要。每日陪伴不单是就是像我跟阿姐，就是我每天下班回家会抱她，我会把她抱到身上，她会趴在我身上睡一下，然后她就离开。有时候睡太久了，连我都会睡着啊！不是，你不是本来就都会睡着吗？不一定哦。对，然后比如说逗猫棒，对，就是陪他玩啦，会需要花时间陪他玩一下，让他相处，减少他的
不安全感。没错，没错，没错。猫咪算是没有安全感的动物，对不对？对，猫咪是不太有安全感的动物。所以就要多给它一些陪伴没错，跟关心。对，这个就算是对它的心理支持啊。那再来就是说，可以靠其他的东西作为补助，就比如说猫抓板跟猫抓柱。然后还有一些可以让猫咪追逐的玩具。我记得我有看过网络上有人在卖那个会自己跑的假老鼠。哦，你知道那种遥控老鼠可以这样走，对之类的，或是那个会自己到处乱滚的球球。弹力球。那是弹力球吧？可是阿姐不太喜欢这种球球啊，她喜欢对球，她喜欢追球啊。可是她很快追一下就没什么想追啦。有可能是因为她觉得已经被她狩猎了。哦，你就狩猎成功。对，但她本来就是一只奇怪的猫啦，不晓得。对，然后就是一些可以让猫咪追逐的玩具哈，或者是跳台，因为猫咪喜欢待在高处，它喜欢往下俯瞰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觉得这样比较不会有天敌吧，我觉得。因为从高处往下看，那就是可以一览无遗所有的事情。对，就不要一直那么害怕说可能有人随时要干嘛了。没错。那也可以给一些猫草啊，猫草这个应该所有养猫的人都知道，还有一个木天蓼，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比较舒缓猫咪的情绪，跟让它放松。它是不是对木天蓼比较还好啊？因为你不是有买一个木天蓼的那个什么猫，那个叫什么猫？也是逗毛棒。对，逗毛棒。可是他好像对那个味道是好奇的，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要真的就是买，因为木天蓼它好像是有点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对啊，我应该是要去买那种东西。对啊，因为比较纯种。因为其实我一直没有买过木天蓼相关的产品，应该可以试试看。你平常都是怎么在发泄情绪跟压力的？发泄情绪跟压力吗？对。应该就是唱歌，或者是暴吃零食，或者是吃藏寿司，好像越来越贵了。藏寿司对你来说是一个宣泄的方式。应该说吃想要吃的东西啊。对，当然藏寿司是属于里面中的一环了。对啊。你是不是有个排除压力的固定流程？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你的限动发电话亭 KTV， 然后跟藏寿司。那很久之前了，应该是半年前了。这么久吗？对啊。因为有时候就会看到你发这些限动啊，所以那个都是就是宣泄的一个部分。也可以算是啊，但我本身就喜欢唱歌，跟喜欢吃藏寿司啊，所以其实也不完全每次都是宣泄。就单纯就是喜欢，然后也可以作为宣泄这样子。那我自己最常发泄情绪跟压力的方法有3个。第一个是骑车，然后我之前有讲过说我就是一路骑到宜兰去，因为骑车是一个很好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然后是有点跟你一样是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提升幸福感吗？你吃藏寿司的时候有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吗？幸福的吗？如果能顺利吞下去，当然是的。对吧？对，你有那个吞咽不顺的问题。OK。然后还有一个是睡觉，睡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新启动 reset 的状态。我反而不行我如果压力更大的状况下，我会更睡不着。你会睡不着？对你不会啊？我不会，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反而睡得很好，容易就入睡。对。好羡慕哦。不行，我不行。居然是羡慕吗？对啊，那很好因为睡觉就是一个本来就要睡觉。但如果它同时能带来舒压，那也是很好的。对啊，我觉得算好的。那为什么会突然间问这个？去年我们都很忙，那我甚至是到了这个月，我都还在忙。然后我就有一天就发现说，我一直都呈现一个类似肠躁症，就是我一直腹泻啦，然后跟肩颈酸痛的状态。你有到一直在肠躁症的状态？对，有一点类似肠躁症的状态。然后我去给医生看啊，医生也都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有因为这件事情去看？我有去看医生。对，是哦。然后后来跟朋友聊啊，他说我应该是情绪躯体化。哇，这个词也太深了吧？是来到什么论文学术吗？情绪躯体化，我觉得这个名词超难念。情绪躯体化，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身体是一个容器，然后它负责装载情绪。那如果你没有适当的把情绪倒出来的话呢？满出来之后，情绪就会反映在你的身体症状上面。就举例来说，会有偏头痛啊、心悸、胸闷、呼吸困难，
然后腹泻、肌肉僵硬、酸痛、湿疹、荨麻疹，还有失眠。怎么感觉你已经把所有症状都讲完了？因为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症状，而且就是我查阅大量的资料，就他们有是说，你如果情绪躯体化，最优先会出现反应的可能是皮肤，会比较容易泛红还是什么？就是它可能会湿疹、荨麻疹，或是有红点之类的。难怪大家说压力一大容易起那个荨麻疹。你有类似的就是状况吗？就是情绪躯体化的状况？应该不会有人没有吧？那个什么肠燥这种应该会有，因为我很容易会一紧张，然后就想一直跑厕所。啊，失眠有时候也会有，然后胸闷的话，我不知道那算是驼背问题还是情绪问题，所以就蛮容易，所以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你的就是吞咽不顺，会不会也是情绪躯体化的一种啊？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不算哦，因为他不论是什么状况下都会有，不论是什么状况下都会有。哇，你真的是很难吞东西耶，天哪！避免情绪躯体化，我大概归类出了3个步骤。第一个是察觉情绪，你要先察觉感知你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比如说焦躁不安，或者是焦虑，然后愤怒，或者是忧伤这样子。对，你要先察觉出你有这个情绪。第二个步骤是要把情绪表达出来，因为会造成情绪躯体化的原因，大多都是因为没有适当宣泄，然后也没有去做表达。表达情绪其实已经是宣泄的第一步了。那再来就是宣泄情绪，蛮有用的4个方法，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运动，运动一定是蛮好舒压的一个方式啦，因为它是强迫让你身体去放松，对，先紧绷再放松，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记得运动可以释放脑内啡，对，没错。好，第一个是运动齁，然后第二个是做正念冥想。正念冥想跟冥想有差吗？我觉得跟冥想时，因为有时候冥想会配一个就是冥想导师的概念，会有人旁边跟你说话，慢慢引导你的思考。那正面冥想就会比较变是，他跟你讲很多正念的话，是正向的话，比如说你很棒，或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你总是能迎刃而解这种。那冥想的话，可能就是单纯的可能是听风声、雨声，或者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对吧？可能差别是在这里啦。我自己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冥想这一个动作的。之前就是睡觉片的时候有讲过说，我好像其实是有无意间做类似的事情。那我是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你真的失眠，或者是你真的心态有点不太好的时候，好像也是蛮有用的。然后是深呼吸，深呼吸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冥想也有一点类似。因为我记得冥想的过程其实也是蛮注重你在呼吸的这一个部分上面，就是有些冥想导师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深呼吸，然后憋住几秒，然后再吐气，这样子。对，深呼吸也是蛮有用的，我觉得很棒。那再来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好睡觉。这个要讲到是说，我有一阵子也是很忙，超级忙。就是我要忙节目跟自己的工作，对，然后那一阵子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就是我可能就是已经很晚睡了，但我可能睡到一半我会起来，我就会醒来，对，然后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再睡回去，就原本睡眠时间就已经够少了，然后我中途还要醒来这样子，我那一阵子睡眠这么差，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的情绪非常糟糕，我变得非常容易易怒易气，对，易怒多变，没错，而且更加焦虑，对，然后你可能还是会有愤怒跟焦虑，可是如果你有把觉睡好的话，我觉得那个状态下你会更好处理情绪。在那一阵子我睡不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除了变得超级容易易怒跟焦虑之外，我还没有办法处理它，就是恶性循环了。对，没错。睡觉真的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没错。之前我也会觉得说睡觉就是可有可无，为什么人一定要睡觉？但后来发现睡觉带来的效益，或者是看不到的效益，比我们想的多很多。没错。而且睡眠不足，我记得对脑部是有损伤的。对啊，不论是你的集中力、它反应力都会变弱，它就像恶性循环啦，你会越来越没有能力去面对挑战或压力。对，没错。然后
以上这3个步骤，如果都已经做过一遍啊，那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就要向专业的人员寻求协助。那卫福部有一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这是伊斯尼之前有提到过。是智商那个吗？对，没错，是这个。对，就是每人有3次，你只需要付挂号费，然后政府会补贴你心理咨商的费用。那原本这个方案是到30岁而已，就是18，我记得是18到30啦。那在上一年的时候，政府它往上调到45岁，所以就是那个可以使用的人就更多。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我是觉得可以，就是推荐大家多多利用，对吧？有这个我觉得超棒，因为你离开比如说学校单位，然后你就是出社会之后啦，其实心理咨商费好像没有很便宜。如果你是学校单位啊，或者说你是在部队服役的，这些单位都有就是相关的心辅资源是可以去利用的。就是我是建议说，你们如果有察觉到自己不太对劲的话，你也不要怕，你就是去跟你的心辅单位去预约说，你可能会需要聊聊。虽然说那些单位的心辅师，他可能是刚职业的，他有可能没有这么的可以帮你处理那么多事情，但是至少你有个人可以帮你初步的做诊断。对。那如果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着手去处理的话，他会帮你就是转接到其他更大的单位去。没错，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怕。那再来就是说情绪这个部分，我觉得会造成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其实很难有病识感，情绪这个部分尤其是最容易没有病识感的部分。因为你身在其中。对，你很难去察觉说，他其实对你真的有影响。旁观者清，这时候就要问四周的人。对，你可能会需要比较敏锐一点去观察自身的状况，这个就需要就是真的蛮靠自己的啦，因为它不像身体的实际病痛，就是说，会痛就是会痛。对，会痛就是会痛，然后你就可以针对会痛的部分去就诊。但是情绪这个部分就很难，你很难去察觉到。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政府的补贴，然后还有可能你单位有心辅资源，就是可以去使用这样子啊。那不管是人还是猫咪都要好好解决情绪的问题，不然真的会生病，对吧？我听过一个理论是说，心痛这件事情会确实对心脏造成损害。心痛？你说失恋的那种心痛？对，真的假的？真的，我是真的对心脏会有伤害。你有体会过心痛的感觉吗？应该算有吧？怎么了？我觉得它叫做心痛，就不是叫假的。因为我之前失恋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难过，想到的时候，是这一块是真的会痛，所以就是不要低估情绪对你身体的损害。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真的会对你造成情绪。其实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情绪会在前面，就是生理的疾病跟内在情绪，反而是情绪会在最前面，情绪要先解决，衍生出后续的生理的疾病，对吧？没错。大家要记得敏感一点，就是有病识感。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摇摆歌单。我今天要推的歌是张惠妹的《跳进来》。阿姐，你要跳进来了吗？她躲在桌子下面。她今天一直没有进入到画面里。对啊，你应该要跳进画面里耶。还咬我大拇指。她现在有压力了。你确定不是因为你脚很尖一直去弄它吗？哪有啊，我脚都放在那边了，她自己要咬的。我终于推第一首华语流行音乐了。你说跳进来吗？对啊，这个硬转。因为之前一直都是推英文歌嘛。对啊，推一些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大家都听过的歌。这首歌很好听，我今天要推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跳舞也是一个很好的宣泄方式。那我觉得跳舞是结合听音乐跟运动这两个抒压方式的一个蛮好的结合的事情。对，但的确也是一个，它其实也算是运动的一种。对，跳完之后就满身大汗。对，你又可以听自己喜欢的歌，就是如果是快歌的话，然后又可以运动。对，没错。那再就是这支 MV 的舞超级好看。是哦。对，他 MV 的舞超级好看。虽然我不是看他实际的那个 music video 的
里面的舞，我是跳他是一个舞蹈老师的，那个是编这支舞的舞蹈老师，然后他跟他的舞团一起跳这支舞，超级好看，我超爱。对啊，我第一次这么喜欢看人家跳舞，就是在这首歌。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 ending。你也有情绪躯体化的问题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处跟我们分享讨论哦。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给予5星好评。YT 也可以订阅、按赞、追踪、加开小铃铛。没错，那记得 IG 也可以限动 tag 我们哦。那么橘子树生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阿杰要出来了没？阿杰跑去哪？我在下面。